你知道仁寿行玉珏吗？这个卑南遗址出土的精美玉饰是台湾国宝之一。数千年前的史前玉匠如何做出这个优美独特的玉饰，至今仍耐人寻味。就如同台湾的史前记忆一样，神秘而引人探寻。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隔夜的想象，穿越时空隧道，走进台湾的史前冒险吧。《风暴之子》这本小说呢，是描述一个小男孩在风暴之中生存下来的故事。那这个小男孩后来被命名叫瓦利。那他就是因为风暴的关系，漂流到海境部落里面，然后跟这些主人们一起生活。海境部落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发祥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卑南遗址上。那在卑南遗址呢，其实很有名的就是我们现在后方看到的这个月形石柱。大概在日本时期，在1896年的时候呢，就有日本学者鸟居荣藏先生来这边拍摄了石柱的一个影像，然后在这边留下了相关的记录。后续经过一些研究跟调查的结果，慢慢的认定这边是属于一个史前的考古遗址。我们根据一些留下来的记录，会发现它的侧边的部分都会有指向我们所谓东北方，然后也就是我们远方看到都兰山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在考古现场的时候，可以有很明确的看到它整个聚落的一个结构，就是建立的方式都是顺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性。那经过考古学的一个研究上面，会认为说这个方向性可能不单纯只是只射着远方的这个都兰山，也许也是跟当时的一个地貌的形态是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适应了这样子的一个地形环境，然后去建筑他们的一个聚落结构。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考古现场。那在这个地方呢，很特别，就是它可以呈现整个卑南遗址完整的一个聚落的样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卑南文化人呢，他们当时住的房子呢，是非常有一个结构性以及方向性的，就是他们的房子会这样子一排一排的比邻而居吼。那刚好它指向的一个方向呢，也是东北西南的一个方向，然后刚好也是会对到前方的都兰山的部分。那在这个房舍空间以后呢，就是越过这个砌石墙、砌石圈以后，其实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一个生活基本的一个维生的来源，就是他们的稻米。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卑南文化人他们生老病死都在这个遗址上面发生。那在他们死亡的时候呢，他们就一样会把人利用石板棺去做埋葬，然后也是埋葬在这个稻田底下，然后表示着这个他们的死亡的亲人呢，还是彼此关系非常的密切。然而，战胜了风雨的部落勇士们也有无法前往的地方，那是被诅咒的死亡山谷，更是朽尸横行之地。在《风暴之子》这本小说中呢，朽尸出没的地方叫做死亡谷。那死亡谷旁边有一个巨石河。那这样的参考来源呢，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利吉二地，以及它旁边流经的卑南大溪。朽尸呢，基本上它就是骨瘦如柴，然后人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干燥，然后扩散死亡这样。那它其实就呼应到了利吉二地现在看起来一个灰白色不毛之地的样子。那利吉二地呢，生长的植物非常少。利吉城呢，它其实是在利吉村这个地方发现的，然后因此而命名。那它主要的组成是以泥岩构成，泥岩的颗粒非常细致，然后同时它的渗水性还有透气性其实非常的差。那在下雨的时候，雨水冲刷就会造成表面一道一道的沟石状，那就变成现在看到的崎岖样貌。然后同时呢，因为泥岩也具高碱性，它所含的有机质也非常少，植物的生长非常不易，也造成植物比较少生长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利吉城造成的利吉二地呢，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月世界。那它同时在高雄的草山、田寮，还有台南的龙崎一带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地貌。那在书中呢，作者其实也
给朽狮赋予了一个旱灾的一个意象。对抗朽狮的利器其实就是雨水，然后以及水润的玉石，所以海境部落的人才要不远千里到深谷部落去交换玉石，然后来当做抵抗朽狮的利器。勇士们为了取得玉石对抗朽狮，需远征至掌握玉矿的深谷部落。前往的路除了绕过死亡谷外，另一条则是沿着海岸线往北，那是巨石部落的领土及猎场，血迹无数尸骨，使得这条道路更加险峻难行。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都兰岩关。那都兰岩关它其实是一个直接由史前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刻凿在一块大块的凝灰岩上面的一个不可移动式的一个岩关。那说到不可移动式的岩关，就代表说岩关它还有可以移动式的。那整个台湾目前所发现的史前岩关总共大概有16个以上。那这些岩关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主要是内部呈现一个长方形的凹槽，那通常都还会带有一个由内部穿到体外的一个孔洞，那有人就会称它叫排水孔。那我们要了解它过去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说它大概是属于什么时间所制作的一个工具。那这个岩关在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里面，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岩关它大概是在距现在2700年到2800年前左右被制造出来的。那时候的人群生活里面，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单纯的，那他们只有使用石器，那用石器去雕凿这么大型的岩关，其实是一件蛮重要而且蛮特殊的一个事情，所以它势必可能会跟他们整个生活社群或部落里面的一个重要行为是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些重要行为去思考的话，它很有可能是包含像仪式行为，那如有些原住民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岩关跟祈雨行为是有关系的，那也有可能是跟整个部落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节庆，或他们的重要的一个文化岁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关的东西。那也有可能是他们在，譬如说他们在收获之后处理一些收获季的东西，那我们也可以猜测它有没有可能是用来酿酒，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的处理。那当然这些想象还有推测，它都只是一个假设。那考古学必须要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要透过发掘以及透过对整个材料的一个分析，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说这个岩关它真正的功能是作为什么使用的。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都兰遗址的石壁区。那都兰遗址这个名称的由来，它其实是阿美族语的阿斗兰。那阿斗兰的意思就是石头很多，然后地震频繁的地区。那现在石壁区呢，所能看到的就是地表上残存的3个石壁。那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叫做孕妇石，因为它有2个方形凸起，下面有一个较大的隆起，就像孕妇一样。那这3个石头都是用凝灰岩雕凿而成的，跟刚刚所见的岩关是同一种石材。那在小说里面呢，主角他们一行人历经了辛苦的长途跋涉，还有巨石部落的夜袭。那海境远征队他们终于来到了深谷部落这个地方。那这个部落呢，他们是掌握了玉石矿脉还有玉器制作技术。那这个遗址呢，就位在花莲的芝雅干万荣平林考古遗址这个地方。那最早在1929年，是由日本学者鹿野忠雄先生，他在这边发现这个遗址，并且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视觉。那后来陆续也有许多的发掘调查研究工作在这边进行。那因为在这个遗址在地表上发现有很多玉器的废料，还有玉器制作的工具，像是锯片啊，或是石英等等。那还有一些他们在制作玉器切割下来的玉废料，像是玉圆盒或是脚料等等。所以这边被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制作玉的一个工坊。那它的年代大概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到铁器时代的早期，都持续有人在这边居住。那台湾地区其实在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各地都有出土很多的玉器。那经过研究，他们的玉器的原料都是产自于花莲坪林地区的玉矿，而芝雅干万荣坪林遗址则是临近在这个玉矿矿脉附近最大的玉作坊。那显示出这个遗址作为玉器制造中心的重要性。那它也是在新石器时代玉器盛行的交换体系中
扮演很密切的角色。近年在玉矿的周围地区呢，也有发现许多遗址，他们也有制作玉器的一些遗迹，那包含在玉矿北边的崇光遗址，还有老山遗址等等。那显示出其实在史前时代这个区域不同的遗址也都有在制作玉器。那近年来也有一些发现显示出，丰田玉的玉矿它不只是内销在台湾岛内，它甚至还有外销到东南亚地区，像是在越南、菲律宾等地都有发现用丰田玉所制作的玉器。那可以发现，其实史前人群他们的交流活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热络。那在铁器时代之后呢，在各地出土的玉器开始减少，甚至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开始出现许多产品，像是玻璃珠或是玛瑙珠等等。那目前的研究显示呢，这些饰品大多是从岛外移入进来的。这个时候，史前的玉器就开始慢慢的退潮。那在台湾一直到1960年代，才又再掀起新一波的开采玉矿的热潮。现在的白豹溪这边呢，也可以捡到从上游冲刷下来的玉石原矿。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运气如何吧。这些晶莹剔透的绿色石头呢，在史前时代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在台湾各地区都有出现很多的玉器。那像在小说里面呢，出土的玉管啊、菱形玉珠，或是玉簸以及人兽形玉珏等等，这些都是实际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那人兽形玉珏呢，它通常是由2个人的形象，然后头上可能顶着一只兽形的猎物。那许多研究者对于这样的玉器形象有不同的解读。那有人从因为是人头上顶的猎物来推测说可能与丰收相关，那也有人从兽形与人形的连接来讨论说可能与族群起源的传说故事相关。小说里佩戴着人兽形玉珏的海境部落守护者，守护族人的精神，至今也持续守护着台湾古文明，让土地曾失落的角落得以发掘追溯。然而这些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吗？不妨来一趟国境之东，踏上独一无二的史前之旅吧。